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街机游戏《西游降魔录：流蚌妖姬之章》。选3个角色，这哥仨一个比一个丑啊！在这里呢，咱们见识到了什么叫塑料兄弟情啊！我进来打怪，另外几个呢在门口跟我挥手拜拜。这款游戏呢出品的时间比较早，1988年，所以说可能很多小伙伴没有见过，没有玩过。1988年什么概念啊？我刚刚上小学，刚刚吃到的那个粉色的球呢是法宝，法宝一共应该是2种，一种是发射出几个圆环，另外呢是发射出小的分身。但这款游戏的法宝非常的不好用啊，放的时候不无敌，攻击力也非常低，还不如上去拿棍捅呢。好的，清理掉了一部分小兵之后，咱们见到了 BOSS。第一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 呢几种打法吧。我现在使用的这种呢就是近身的缠斗，另外你也可以跳到旁边的台阶上，然后跳下来砸他。远距离呢也可以拿棍捅，平 A 和前 A 2种不同的攻击方式。好的，这样第一关过关。我刚刚放了一个法宝，就是圆环的那个。游戏的流程应该是5个小关，3个大关。前2个大关都是2个小关组成的，通关的话10几分钟。但这款游戏呢，因为年代太早了，所以说一些判定不是特别合理。我被砍了一刀，但是没有掉血。咱们现在的血量呢，显示在屏幕的左上角，就是力量槽。但是呢，这个力量槽没显示你所有的血量。据我估算呢，在力量槽外边应该还有3格左右的血量。你大概可以挨小兵2、3下不掉血，看起来。但是如果被 BOSS 的强力攻击打到的话呢，你就可以估算出来，大概外边有3滴血左右。另外还有一点，这款游戏的难度曲线非常不合理，在第4关的 BOSS 那里突然就变得很高很高，导致很多小伙伴小时候如果玩到这款游戏，大概率会在第4关卡住过不去啊，一个游戏币呢就交到这里了。好的，第2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 也好打，咱们就利用高度差来压制它。上面其实很高的，那如果在这样的地形和敌方的小兵战斗，时间会耗得很长，所以说我就选择在角落，这样清兵比较快。当然了，每个玩家玩这款游戏呢，都会总结出自己的打法。本身游戏的流程也不长，所以说玩着开心就好啊。把它打掉下去了。像这种坑呢，咱们也是可以跳的，而且跳下去呢不掉血，反而你会坐着筋斗云上来，而且有一段时间的无敌。那这一点呢，可以利用它来打一些 BOSS。好的，第2大关了，魔王的基地，又是他们把我送进来了。这些小兵呢，其实都会远程攻击的。上一关咱们也见到有小兵扔斧子了，有的小兵呢还会射箭。这关的 BOSS 稍有难度，但是呢，利用筋斗云大法可以骗无敌来打他，而且敌方射出的这些远程的攻击，其实可以用金箍棒来打碎的。被射了一箭，但是呢，要求的时机啊比较严格，甚至包括后期魔王放出的一些红色的射线也可以。好的，这关 BOSS 呢，时机不对呢，咱们就跳崖。
这个位置就不大好。好，跳下来到左边去，然后捅他。他的主要攻击方式呢就2种，一种是这种激光，还有呢就是撞你。撞人的威胁更大一点，因为他决定撞你了之后，他的速度会很快。然后这款游戏的操作性呢，你会感觉有一点延迟。跳了，大概要捅他10几棍子、20棍吧。BOSS 都不扛打，最关键呢就是打法。这款游戏呢是热血系列和双截龙那个厂家出品的，当然了，这个厂家现在已经没有了，但是它的 IP 呢留下来。这样过了3小关了，那第4小关呢 ，BOSS 战堪称本游戏最难。虽然最后一关也很难，但最后一关呢，你可以利用打法和套路来降低游戏的难度。本关的 BOSS 战部分，这个难度曲线真的是卡普空呢喜欢在第2关的 BOSS 那里安排一个新人杀手，但是这个游戏啊，这个杀手呢就是第4关的 BOSS。我只能祈祷啊，不被他打到。被他打到呢，也不要被打到2下，因为打到2下我就没了。看对面刷了一个第2关的 BOSS， 这里要刷3个呀。大家想一下，第2关的 BOSS 到这儿变成了小兵，而且呢不止一个。好像又被砍了一斧子，啊，又被砍了一刀，这样我的血量应该是血皮还有1滴血。这关应该注意血量。如果前面的血皮没有了呢，这个 BOSS 打我2下真的就没了。好的，金银怪清完 ，BOSS 也出现了。BOSS 呢是6耳猕猴，也就是说这关是真假美猴王啊。核心的打法呢就是利用高度差。我的天啊，被抡了一棍子啊！这一棍子是抡到了麻筋上吗？2/3的血没有了，恐怖啊！哦，打完了。其实呢，他不扛打，但是呢，攻击力实在是太强了。这一棍子啊，抡没了我半条命啊！最终关了，最终关呢只有1个小关，难度超级高啊！咱们要面对5、6个吧，第1关的 BOSS， 超级夸张，5、6个第1关的 BOSS。同样是利用这个台阶，但是啊，要注意，站台阶的时候呢，不要太靠近边缘。太靠近边缘的话呢，第1关的这个 BOSS 就跳起来攻击你。你如果站在稍微中间一点呢，他会选择跳上来不攻击你，这样咱们就可以上去打人了。好的，一个 BOSS 战。这个 BOSS 是强化过的呀，这里的套路极强啊！站住这个点，一会儿呢，他的头会飞出来撞咱们。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呢，可以被他撞几下，但是要守住咱们的阵地啊，因为他的移动速度太快了，面积也大。咱们的棍子呢又不是那么灵活，
打完他之后，进入最终 BOSS 战的阶段。好，最终 BOSS 战呢，2个形态，现在是这个大脑的形态。这个大脑超级恐怖啊！你打他的话，他会溅出这种绿色的脑浆，这个脑浆碰到呢是1条命，秒杀的，不管你有多少血。所以说咱们不要急，这里一定要稳。那我这个打法呢就比较安全，但是高手的话呢是追着他打的，我的水平呢做不到，只能这样怂一点。打他呢就是 A 2下，然后回头，千万不要 A 出第3下 ，A 出第3下就没了，1条命就没了。那如果你发现你已经躲不开这个绿色的脑浆了，你可以选择去撞这个 BOSS， 因为撞一下的话呢，大概是5滴血，它不至于致命。好 ，A 他2下就后退 ，A 2下就后退，感觉走位走不开了，你可以撞 BOSS， 然后再寻找新的机会，顶多呢是掉一点血而已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哎，这下我感觉躲不开了，我去撞他，结果他已经挂了呀。那咱们通关了，取到了真经。游戏的流程不长，但其实呢，第4关、第5关的难度超级高。玩过这款游戏的小伙伴呢，会有很深的体会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《西游降魔录：流棒妖姬之章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